诈骗的精髓是构建起不应有的信任，让人们坚信某种子虚乌有的东西存在，或是有某种如神助的选股技巧，或是高回报无风险的投资项目。在这一点上，今天主角麦格雷格尔的气魄可比所有的骗子都大得多了。他虚构了一个国家。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正在聊，我是老郑。今天这期视频的主角是麦格雷格尔。他出生于1786年，在故事的前期，他的知名度非常低，但是很快却成为了震惊全世界的人物。他宣称自己是这个名为波亚斯的国家的王子，并且给波亚斯在中美洲的黑河附近妥妥的安了家，也就是今天的洪都拉斯境内。麦格雷格尔说，波亚斯国占地800万英亩，比英国威尔士的面积还大。这个国家自然资源丰富，但急需开发，因此需要吸纳资金和吸收移民。他精心策划的宣传攻势大获全胜，人们不仅争相解囊购买这个虚构政府的债券，甚至还有人欣然移民到这个并不存在的国家去。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18世纪20年代初的金融环境对于骗子来说再理想不过了。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英国经济正在制造业的驱动下稳步增长，生活成本不断的下降，产业工人的收入逐渐增加，整国家蒸蒸日上。这种情况有一点不太喜人，空闲资金的最主要投资方式购买政府债券变得没有什么吸引力了。最受欢迎的统一公债的市场利率从1800年到1825年持续下调。在这种背景下，英国投资者既有信心也有动力去寻找更振奋人心的投资机会。选择之一是把钱借给愿意承担更高利率的政府，比如俄罗斯、普鲁士和丹麦的信用记录良好，有可能提供5%的回报率。于是这些国家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从伦敦募集了大量资金。另一个选择是矿业公司，如果投资的时机选对了，回报可能是非常的丰厚的。例如英美资源公司的股价曾在1820年短短1个月的时间里暴涨了200%。1859年，金融记者戴维·伊文斯回顾当时的情景时说，投资者们开始对高得过分的收益形成乐观的预期，其中拉丁美洲的投资也开始流行起来了。西班牙殖民帝国的崩溃意味着突然出现了一长串的新兴国家可以去投资了。伦敦经历了它的第一次新兴市场投资大潮，代表国家有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等国的新政府，他们出售的这种债券非常的吸引人。墨西哥政府的债券利率为6%，比英国统一公债的利率高1倍。麦格雷格尔正是借助这股拉美乐观主义大潮，1822年10月，他开始推出规模为20万英镑的波亚斯债券，回报率为6%。这个利率与秘鲁、智利、哥伦比亚政府债券不相上下。与这些国家不同的是，波亚斯没有征税记录，但麦格雷格尔解释说，波亚斯的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光是出口税的收入就足以支付国债利息。要是投资者还不放心，可以去看波亚斯的移民定居计划，这足以证明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这说辞立马奏效了，债券成功上市发行，麦格雷格尔立刻就获得了大量的资金。麦格雷格尔招揽定居者能够成功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咄咄逼人的宣传攻势。这些攻势包括全国性报纸的采访、一本旅游指南书其实就是麦格雷格尔自己杜撰的。他还信誓旦旦地说，波亚斯的当地民风淳朴，气候宜人，土地肥沃，丛林里长满了珍贵木材。而且波亚斯的战略地位也非常重要，靠近巴拿马海峡，而且这里早就有开凿运河的计划。面对一群跃跃欲试去海外创新生活的人，麦格雷格尔的招贤榜自然就会有听众。在那时，移民美国就像去买美国股票一样流行。麦格雷格尔需要的是说服移民，这个崭新的国家波亚斯能够提供比美国更光明的前景。其实有些承诺听起来根本很不靠谱，比如说那里国民不仅善良友好，还特别喜欢英国人；那里的土地不仅庄稼肥沃，而且1年3熟，别的地方1年2熟就很不错了。那里的水源不仅干净、清澈、充足，甚至有些河床里还有金矿。这些移民者怎么会相信这些鬼话呢？
要知道，他们当中还有一名银行家、几位医生，还有一些见多识广的军人。波士顿大学泰马尔·弗兰克尔的一项研究，也许能给出部分解释。弗兰克尔研究了数以百计的金融诈骗案例，寻找重复出现的模式。其中一套模式描述了受害者常常具有的特征：他们往往容易轻信，能接受高风险，而且想要自己属于少数派，不走寻常路的感觉。后一个特征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受害者中尤为常见。麦格雷格尔深谙这一点。当他在英国募集资金的同时，却在苏格兰寻找移民者。他声称，这些吃苦耐劳、勇于冒险的高地人是开发新大陆的最佳人选。事实上，他在利用人们对熟人的信任。波亚斯移民项目是一种杀熟的犯罪方式。麦克雷格尔是受害者心目中的自己人。就这样，麦格雷格尔描绘了一条无比荣耀、闪着金色光泽的寻宝之旅。移民们可不光是投资这个国家，而且还被特别选中，作为天选之子前往这个国家，在为自己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展现非凡的勇气和能力。无论是由于乐观、贪婪，还是两者都有，移民们相信了他的鬼话。麦格雷格尔招募的移民凑满7艘船，2艘船打前站，一艘在1822年9月从伦敦出发，另一艘在1823年1月22日从利斯起航。船上工作了约250名移民者。对麦格雷格尔的投资者来说，形势很快的急转直下。2件事令投资者产生了恐惧。首先，有人担心拉美政府举债的合法性，这些政府有很多尚未得到英国的正式承认。人们对于哥伦比亚债券尤其担心，这种担忧立刻传导到了秘鲁债券，又蔓延到了波亚斯的债券。在波亚斯移民这方面的事态恶化的就稍微慢一点，光是海上旅行就花费了近2个月的时间。抵达之后，他们发现这里的环境与麦格雷格尔先前描述的不太一样，没有港口，没有城镇，没有道路。当地部落虽然没有攻击性，但绝也谈不上热情友好。一开始，他们觉得是找错了地方。吃苦耐劳的苏格兰人决定先留下。除此之外，他们也别无选择。船票是单程的。最初前景看起来没有那么糟糕，他们手里有工具，可以开辟森林，可以搭建营地。这群人中有2名医生，还有一个储备充足的药箱，而且食物也不用发愁。他们带的口粮基本上够吃1年的。四周树上也果实累累，鹌鹑和野猪四处漫步，河里鱼也有很多。开头的几天最大的问题是发现缺少朗姆酒，但这些新波亚斯人发现情况很快就恶化了。官员阶级、银行家和牧师拒绝帮助搭建营地，打猎和捕鱼活动也缺乏组织，移民们开始饿肚子。由于缺少领导者，食物分配也引发了争斗。随着雨季的来临，大家开始情绪消沉，一些人甚至不肯给自己的小屋做防水。孩子们开始陆续死去。一名勇敢的移民认识到他们的困境，建了一艘独木舟出海求援，可惜出发没多久就溺水死了。还有一名来自爱丁堡的鞋匠举枪自尽，麦格雷格尔曾许诺封他为波亚斯的制鞋官。同年5月，一艘船路过这里，并前来施救，把这些人送往伯利兹，但在疟疾、黄热病和营养不良的摧残下，最终有2/3的移民死去了。消息传到了伦敦，英国海军急忙派军舰追上，并叫回了另外5艘已经出发的船。尽管麦格雷格尔对这些人的死亡负有责任，但人们并不清楚他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历史给了他债券市场大繁荣的机遇，出售债券和土地已经为他赚到了巨额财富。他其实没必要给移民者描绘梦想国度，因为在移民船离开之前，他的债券已经发行了。麦格雷格尔为什么要那么做？有证据表明，他一开始真的怀揣建设波亚斯殖民地的梦想。年轻的麦格雷格尔16岁就加入了英国陆军，还曾在委内瑞拉共和国军中效力，并被玻利瓦尔晋升到少将军衔。1817年，他还召集一支小部队占领了阿姆利亚岛。这个小岛位于当时在西班牙控制的佛罗里达州附近的海域。这些成绩加上他个人的演绎，令麦格雷格尔成为了媒体热门人物。但麦格雷格尔有一些性格因素却十分危险。他是一个幻想家，深信自己是某个印加公主的后裔，这令他觉得自己领导一个国家十分合情合理，甚至是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
麦克雷格尔经常按照自己的幻想行事。弗兰克认为，当诈骗者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行为会显得很正常，也很可信。在某种程度上，麦克雷格尔很可能是自己相信了自己的故事。他为波亚斯设计了一面国旗和一套非常复杂的授勋制度，向最资深的移民者授予各种头衔。当然，最高头衔还是封给他自己。到1823年秋天，关于波亚斯的悲惨现实消息传回了伦敦。麦格雷格尔迅速转移到法国，在那里故技重施，诱骗新的投资者和移民者。开始他成功了，有60人同意成为波亚斯的新移民，但巴黎当局可不像伦敦那轻信。当这些法国移民者申请护照前往一个子虚乌有的国家时，当局便开始了调查，结果就是麦格雷格尔锒铛入狱。后来他出了狱，但一切都开始崩盘了。为了支付对先前投资者的债务，他不得不扩大虚假的波亚斯债券的规模，试图在1826年发行80万英镑的债券。但此时他的信誉已经受损，人们对于拉丁美洲也逐渐失去兴趣。麦格雷格尔无奈之下回到了爱丁堡，但当波亚斯的投资者追上门来讨债时，他只好选择出国避难。1845年12月，麦格雷格尔去世。时至今日，那片被麦格雷格尔称之为波亚斯的地区，仍然是一片荒蛮之地。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这类视频，不要忘记点赞、订阅、转发。我们下期再见。